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请订阅频道，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蜀锦人家谭松韵与郑业成被嫌没 CP 感，收视暴跌后，《宫甄嬛传》的她加盟演出热度狂飙。陆剧女神谭松韵主演多部爆款剧，深受观众喜爱，包含她与许凯的《你比星光美丽》，她与林更新的《请叫我总监》，她与任嘉伦的《锦衣之下》，她与王凯的《向风而航》，以及她与景柏然的《归路》等作都爆红。近日，她与郑业成主演的古装新剧《蜀锦人家》播出后，收视起伏不定，加上由李云瑞、孟子义主演的古装新剧《九重子来势汹汹》，以及《蜀锦人家》剧情平淡拖沓，被观众嫌没 CP 感。《蜀锦人家》最新剧情找来当年在《后宫甄嬛传》饰演曹贵人爆红的陈思思演出谭松韵阿姨季家姨母。姨母不仅好管闲事，对晚辈婚事相当关心，且极重礼仪。陈思思与谭松韵的对手戏逗趣精彩，立刻让《蜀锦人家》冲高热度，夺回第2名，仅次九重子。陈思思2011年在《后宫甄嬛传》饰演曹贵人，是蒋欣饰演的宠妃华贵妃旗下最好的爪牙，但后来为母则强。她为了女儿的安危，投入孙俪饰演的甄嬛一派，却在得势后忍不住小人得意，最后被陈建斌饰演的皇帝觉得太狠，默默被处理而病逝。在不少观众心里，是《后宫甄嬛传》反派角色的其一典型，让人印象深刻。陈思思在《蜀锦人家》饰演最重礼仪的阿姨，她在谭松韵家中穷困难以度日时，曾出手救济。因此，虽然好管闲事，干涉谭松韵的婚事，但谭松韵一家人还是相当尊重对方。《蜀锦人家》第21集，陈思思饰演的季家姨母，虽然戏份不多，却是推进后续剧情的重要角色。谭松韵饰演的季英英负责洽谈绯花会的对外订单，原本一单巨额订单因为风险过高被评除其外。但季家姨母的角色却惨遇丈夫豪赌，季英英为了帮助阿姨，冒险回头接下巨额订单，因此导致后续许多状况，包含赵华为主演的赵二公子背后扯后腿，男配京超饰演的白王背后算计等，让季英英完成接下的订单变得格外困难。《蜀锦人家》播至第21集，郑业成饰演的杨静兰离开季英英身边去办案。虽然杨静兰、季英英两边剧情同时开展，两人越来越接近当年季英英父亲枉死的真相，但是正因为两人远距离，导致原先随著播出累积的浓厚 CP 感又快速暴跌。现在凭借陈思思过去曹贵妃的人气，热度又逐渐回温，不少人都希望杨静兰赶紧回到季英英的身边，这样两人的感情戏才能飞快有进度。2. 蜀锦人家经商大女主谭松韵搞钱路子有多野？蜀锦人家季英英的经商传奇与情感纠葛。蜀锦人家这部剧一开播就在全网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它改编自庄庄的同名小说，剧中主角们精彩的演绎，将观众带入了一个充满魅力的古代世界。在这部剧中，季英英的经历可谓是精彩纷呈。先说说她的经商之路，这简直就是一部传奇。季家的蜀红丝曾经无比辉煌，那是季家的骄傲，在蜀锦界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然而世事难料，随着各种变故，蜀红丝逐渐走向衰落。但季英英可不是个会轻易被打倒的人，她乐观积极的态度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她一头扎进染丝工作中，决心要重新振兴季家。就拿对付花家恶意压价这事来说，那可真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商业较量。花家在市场上为了抢夺份额，故意压低丝线的价格，这对于季英英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挑战。市场就那么大，花家这么一搞，很多原本和季家合作的商家都开始动摇了。季英英可不会坐以待毙，她深知如果自己也跟着降价，
只会陷入恶性循环。于是他仔细研究市场，发现花家虽然价格低，但是丝线的质量和季家还是有差距的。他开始走高端路线，向那些对品质有更高要求的客户推销自家的曙红丝，强调季家丝线独特的工艺和悠久的传承。这就像在现代的商业竞争中，有些小品牌为了生存只能打价格战，而大品牌却能坚守品质，靠品牌价值吸引高端客户。争夺浣花溪使用权也是季英英经商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浣花溪的水对于染丝来说就像黄金一样珍贵。当时季英英面临着各方的竞争压力，大家都想把浣花溪据为己有。季英英为了得到使用权，不得不四处奔走。他深入了解浣花溪的历史和归属权问题，然后凭借自己的智慧和毅力，向当地的官府和相关人士据理力争。这个过程中充满了紧张和悬念，每一次谈判都像是在悬崖边上的博弈。他在这个过程中也遭遇了很多的刁难和阻碍，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这就好比一个创业者在创业初期，为了获取稀缺的资源，需要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地去争取机会。在销售方面，季英英也是个创新达人。他推出的丝线荷包采用了创新的带货模式。他没有像传统商家那样只是把荷包摆在店里等人来买，而是利用各种机会展示荷包的独特之处。他组织一些小型的展示会，邀请一些有影响力的人参加，让这些人亲自体验荷包的精美。就像现在的网红直播带货一样，通过展示产品的优点来吸引顾客。还有他解决沉丝问题时举办的盲盒活动，这在当时可是非常新颖的想法。他把那些积压的沉丝制作成盲盒，里面搭配一些小饰品或者优惠券，激起了顾客的好奇心和购买欲。这在古代商业中就像是一次大胆的营销革命，打破了传统的销售模式。再看看季英英的情感纠葛，那也是相当复杂。和杨静兰的缘分就像是命中注定，小时候他们就有过共同的经历，也许那时候就埋下了感情的种子。长大后再次重逢，两人之间的互动充满了温情。杨静兰就像季英英生活中的守护神，总是在她最需要的时候伸出援手。她默默地守护着季英英，无论是在她经商遇到困难时，还是在她被别人刁难的时候。这种默默守护的感情就像涓涓细流，虽然不汹涌澎湃，但是却能深入人的内心。而他和赵修元的关系变化就更加曲折了。曾经他们是青梅竹马，还有娃娃亲。那时候的他们应该是对未来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可是随着家道中落，一切都变了。赵修元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开始打压季英英。这对于季英英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从曾经的亲密无间到如今的形同陌路，甚至互相敌对，这种落差就像从云端跌入谷底。他在这段感情中经历了太多的痛苦和无奈，但是也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成长起来。这部剧融合了很多热门元素，励志、商战、爱情、复仇，这些元素就像一锅大杂烩，却被炖得恰到好处。季英英在经商路上不断拼搏的过程，就是一部励志大片。她克服重重困难，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商战元素则让剧情充满了紧张刺激的氛围，各方势力的明争暗斗就像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爱情元素给整个故事增添了一抹温情的色彩，让观众在紧张的商战和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感受到了一丝温暖。复仇元素则为剧情增加了一些悬念和张力，让观众一直想要知道那些曾经伤害过季英英的人最终会得到什么样的下场。而且这部剧的演绎风格轻松搞笑，在一些紧张的情节中会穿插一些幽默的对话或者有趣的场景，
让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不会觉得过于压抑。蜀锦文化在剧中的呈现也是一大亮点。剧中展示了蜀锦染色的技法，那些复杂而又精美的染色工艺让人叹为观止。这背后体现的就是匠人的精神，匠人们为了制作出一块精美的蜀锦，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对每一个步骤都精益求精，从选丝到染色，再到最后的织造，每一个环节都不容有失。这种匠人精神通过季莺莺的经商过程也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他对待蜀锦生意就像那些匠人对待蜀锦制作一样，充满了敬畏和热爱。通过这部剧，也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了蜀锦文化，这对于蜀锦文化的传播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季莺莺在剧中的经历是丰富多彩的，她从一个家族衰败后的女子，成长为一个成功的商人。她不仅在经商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还在情感的磨砺中变得更加坚强。她的故事激励着观众，让人们看到了在困境中不屈不挠的力量。蜀锦人家这部剧通过季莺莺的故事，对蜀锦文化的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它让更多的人了解到蜀锦文化的魅力，也许会有更多的人开始关注蜀锦，甚至投身到蜀锦的保护和传承中去。这部剧就像是一扇窗户，让观众看到了古代蜀锦文化的璀璨，也看到了一个女子在那个时代中的奋斗与成长。